江城震惊地站在原地，心跳加速，后背渗出冷汗。他看着那道白发人影消失的方向，脑中一片混乱。那是什么？鬼还是大粽子？还是传说中的轻功？就在他惊疑不定之时，那孩童般的咦嘻嘻笑声竟又从他身后响起。江城浑身一僵，猛地转身，只见刚才那个白发老者不知何时已站在他身后不到3尺的地方，正歪着头好奇地打量着他。空白的100年第3集，山中遇故人。这老者绕着江城走了一圈，伸出手指戳了戳江城的工装布料，又好奇地拨弄了一下他腰间的地质锤，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你这娃娃穿得好生奇怪，腰上挂的这些是小孩子的玩意儿吗？老者笑嘻嘻地问道。江城警惕地后退一步，刚才那神出鬼没的身法让他不敢有丝毫大意。老人家，你是谁？刚才是你？是我啊。老者拍着胸脯得意地说。好玩吧？我看你在这林子里一脸愁容，便逗你玩玩。你这娃娃从哪来呀？不像蒙古鞑子，也不像汉人。江城愣在原地，那老者似乎也没兴趣深究，只是觉得江城这个怪人很有趣。他又绕着江城转了2圈，忽然觉得无聊了，打了个哈欠，身形一晃，竟像一缕青烟般再次窜入林中，只留下一串渐行渐远的笑声。不好玩，不好玩，我去追我的雕玩去了。雕，江城咀嚼着这个字，心中更添几分疑惑，只觉得这个时代的诡异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理解范畴。江城独自走了2天，终于在山道旁看到一间小驿站。他走进驿站，找了个不起眼的角落坐下，听听来往客商的谈话，收集更多关于这个时代的情报。驿站几桌客人正高谈阔论，其中一桌5、6个满脸横肉带着兵刃的江湖人士声音最大，立刻吸引了江城的注意。大哥，官府这次的悬赏可是下了血本，听说那小娘们的脑袋值足足300两黄金。一个刀疤脸汉子说道。为首大哥说道，那是自然，前几天在城里我们亲眼看见他孤身一人，把10几个来收税的官兵打得落花流水，他自个儿连大气都不喘一下，那身手快得连影子都看不清。另一人接话道，何止是他，他头顶上还盘旋着一对雕，还有他身后背的那柄剑，一看就不是凡品。金格尔要不是看了官府给了那么大的悬赏，我们哥几个哪敢一路打听他的行踪。江城心中一凛，这些特征让他不由得想起了某些在古代话本里听过说书先生讲的人物。就在这时，那伙人也注意到了角落里奇装异服的江城。为首的大哥使了个眼色，几人立刻围了上来。小子哪来的？没听过，指数是5。话音未落，只听一咻的一声锐响，一颗小石子如同子弹般从驿站外的树林中激射而来，不偏不倚，正好打在为首那人的发髻上。啪的一声，发髻应声而断。他摸了一下头顶，又惊又怒，对着林子大吼，谁给老子出来！其他伙伴见状也纷纷亮出兵刃，但只听得树林内风声、蝉鸣、鸟叫声依旧，根本没有丝毫异动。难道是他？这个念头让所有人背后一凉，他们一阵慌乱，冲出驿站，骑上马仓皇离去。江城站在原地，满脸震惊。他捡起那颗小石子放在手心分析，是枪吗？不可能，这时代不可能有枪，那是弹弓，我倒斗时也常用来防身，但绝不可能有这种力道和准度。他用自己的现代知识反复推演，却只能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种他完全无法理解的恐怖的技巧。他正思索间，眼角瞥见驿站门口的草丛里那伙人慌乱中掉落的粗布钱袋，他走过去捡了起来，抖了抖，打开一看，竟是几块碎银子，而在银子底下还有一枚核桃大小、由青铜所铸、刻住奇异花纹的圆形令牌。江城将钱袋收入口袋，心想，来这个时代，身无分文，寸步难行，这正好解了燃眉之急。
他回到驿站，向店小二打听那个少林怪人的事儿。哦，你说张三啊？店小二随口答道。江城一愣，心想：张三这名字也太随便了，难道还有李四王五不成？店小二继续说：他每个月都会来我的小店打洗凉米、青菜什么的，人挺好的，他都住前面放过2座小山丘。有个破庙就是了，那哈儿啊，他估计正在庙里聊呢。喂鸟，江城更觉得有趣了，心想在我的时代，玩鸟的都是些有钱有闲的人。他讨了口水喝，谢过之后便朝着小二指的方向出发了。城中的一家酒楼上，令狐冲与段誉相对而坐。令狐冲给段誉倒了一碗，自己则直接对着坛子喝了一大口，满意的打了个酒嗝。段兄，令狐冲笑道：兄台方才在广场上展露了一手绝妙的步法，身影飘忽不定，竟让那数十名蒙古武士互相冲撞，人仰马翻，自己却片叶不沾身。这份功夫当真是神乎其技，小弟佩服。段誉温文尔雅地举起酒碗，轻抿一口，苦笑道：让令狐兄见笑了，不过是些家传的逃命本事罢了。令狐冲哈哈一笑，忽然压低了声音，指了指自己的手臂：段兄弟，我们明人不说暗话，你我手臂上这个鬼东西是怎么回事？段誉闻言，神色也变得凝重，他撩起衣袖，露出手臂上同样的星盘纹身，叹道：实不相瞒，小弟也是数月前，在一阵恍惚之间，无意识的就来到了此地，手上也多了这个印记，很多事情都记不太清了。我也是。令狐冲一拍大腿：我只记得我正在华山撕过牙，一转眼周围的景色全变了，很多熟悉的人和事就像隔了一层雾，怎么也想不真切。段誉眼中闪过一丝痛苦：我只记得自己是云南大理人，可来到此地数月，听闻大理国早已覆亡，我心中隐隐作痛，却又不知为何会有这份伤感，仿佛那些都已是与我无关的就是。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震惊与释然。他们终于确认自己并非个例，都是被一股神秘力量强行拉到了这个时代的异乡人，并且都失去了部分重要的记忆。看来你我都是同病连。段誉总结道：令狐兄接下来有何打算？打算喝酒搞清楚这到底是什么鬼地方，再找回家的路。令狐冲笑道：既然如此，不如结伴而行，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如何？故所愿也，不敢轻耳。段誉欣然应允。江城翻过2座山丘，果然远远看到一座破败的古庙。他放轻脚步，悄悄靠近，未走近就听到一阵悦耳的鸟鸣声。他拨开身前的树丛，眼前的景象让他瞬间屏住了呼吸。只见破庙前的空地上，一个身穿朴素灰色僧袍、身形挺拔的年轻人，正双目微闭，身体以一种极其缓慢而圆融的姿态演练着一套他从未见过的拳法。那年轻人约莫27、8岁，面容淳朴，眉宇间却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稳。他的拳法看似缓慢无力，却仿佛带着一种奇异的吸力，引动着周遭的气流。数十只麻雀在他身边上下翻飞，竟围绕着他形成了一个盘旋的鸟群漩涡。随着他的拳势而动，却没有一只鸟敢于靠近他周身3尺之内。这不是武功，这更像是一种与天地自然沟通的仪式。就在这时，那年轻僧人猛然睁开双眼，目光清澈如电，直直地望向江城隐藏的方向。他身边的鸟群仿佛受到惊吓，呼啦一声四散飞去。年轻僧人缓缓收了拳势，对着江城的方向平静地开口：这位兄弟既然来了，何不现身一见？贫僧这里正好有一壶刚沏好的粗茶。